我们一般好像都觉得，选择越多越好，对不对？代表 Yeah 自由嘛。对啊，但你有没有想过，选项多到一个程度，反而让你感觉更糟？没错。今天我们就要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来深入聊聊这个所谓选择的吊诡。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更多的选择有时候反而会带来焦虑啊、后悔啊，甚至降低我们的幸福感。对，这份来自 Barry Schwartz 跟 Andrew Ward 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没错，选择本身当然是好的嘛，它给我们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但关键就在于，当选择变得过度的时候，它可能就从一种解放变成一种负担了。负担？对，资料里边就有提到，就是说那种不受限制的自由，搞不好反而让你不知道怎么选，有点瘫痪。瘫痪，因为选项太多。对，反而是有一些限制，可能才能带来真正的轻松感或幸福感。这真的有点违反直觉。这里有个很有名的果酱实验嘛。啊，那个我知道。你可能会想，摆个24种果酱，哇，琳琅满目，一定比只摆6种更能吸引人买，对不对？听起来是这样，没错。结果，正好相反，那个只摆6种果酱的摊位，实际买的人竟然比24种的多将近10倍耶！哇，差这么多。对啊，一个是30%，一个才3%。对，所以这个真的，蛮反直觉的。好，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个选择是怎么爆炸性增长的。对，资料里面有举例，随便一家超市可能有快300种饼干，300种。对，然后360种洗发精。哇塞，这还只是你看得到的商品哦。你想想看，从什么电信方案啊、退休金计划到医疗决定，你要不要去微整形，甚至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身份认同选择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真的，面对这么多选择，其实每个人的反应很不一样。这份研究他提出一个蛮核心的概念，就是把人分成2种主要的决策风格。哪2种？一种叫做满足者，英文是 satisficer， 满足者。对，他们就是找那个够好的选项就好，一旦找到符合他心里那个基本标准的 ，OK 就停了。不错，可以了。听起来很有效率。对，蛮实际的。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叫做最大化者 maximizer。最大化者听起来就是要追求最好的。完全正确。他们不一样，他们是非要找到那个最好的选项不可。哇，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比较啊、研究啊，确保自己做的决定是最佳的那个。那这样听起来，最大化者不是比较厉害吗？比较精明？你可能会这样想，但研究结果可能会让你有点惊讶。怎么说？虽然他们在客观上，比如说买东西，可能真的买到 CP 值最高的那个，或者找到条件最好的工作，但是他们主观的感受，通常比较差。真的假的？追求最好，结果自己反而不开心。对，资料的确显示这样。最大化者他们更容易觉得不快乐，更容易后悔。后悔？对，而且更爱跟别人比较，特别是上项比较，看谁比自己更好。甚至他们有比较高的忧郁分数。哇哦！所以这份研究最让人有点震惊的发现，可能是那些拼命追求最好的人，往往过得最不快乐。好像那个完美主义在这里反而变成幸福的绊脚石了。这真的值得好好想一想。那为什么过多的选择反而会带来这种痛苦呢？资料分析了好几个心理机制。第一个就是后悔。后悔？对，你想嘛，选项一多，你就很容易去想象，那个我没选上的，是不是其实更好啊？对，这不只会让你决定之后觉得，哎呀，早知道选另一个，有时候甚至在决定前就开始担心了，怕自己选错，这个叫预期性后悔。所以最大化者不只是买东西的时候很烦恼，连买完之后都还在想东想西，担心自己没选到那个最好的。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不只是后悔啊，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感受，就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你放弃了东西。对，
你选了 A 就等于放弃了 B、C、D 可能带来的好处嘛。嗯哼，选项越多，你感觉你错过的东西就越多。是，就像你站在那个几十种口味的冰淇淋前面，对对对，你选了巧克力，但你心里可能就想着，那个草莓的、香草的、抹茶的，好像也很不错，没错。就会觉得有点遗憾。这种感觉会直接拉低你对你最后那个选择的满意度。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无奈的，哪个？就是那个适应。人好像对好东西很快就习惯了啊，对，享乐适应，没错。一开始可能很开心哇，买到新手机，但过没多久，好像那个快乐感就消退了。对对，让你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好像需要不断去追求更新更好的选择，选择带来的那种快乐效益也因此会递减。是不是因为选项多了，我们也更容易跟别人比较，看自己选的好不好？对，这就是下一个重点了。高期望跟社会比较这两个常常一起出现。哦，选择一多，你自然会期待，我应该能找到那个最完美的选项吧？期望值拉高了，结果失望的可能性也跟着变大。然后为了判断到底什么是最好，特别是最大化者，他们就非常依赖跟别人比较。对，看看别人用什么，别人过得怎样。但这种比较，你知道，特别是看到别人好像过得比你好，或者选得比你好的时候，往往带来的是负面情绪。确实。还有最后一点，我觉得也相当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自责。自责。对，在一个这么强调个人选择、个人自由，你要为自己负责的文化里，如果结果不如你预期，人们，尤其是那些最大化者就很容易把问题怪到自己头上，都是我没选好，是我能力不够啊。资料甚至暗示说，这可能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个人自由和控制感照理说大大提升的年代，忧郁症和自杀率反而有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这点真的很发人深省哦。所以说，这份资料的核心观点并不是要否定选择的价值了，对，而是要我们去谨记那个越多越好的迷思。过多的选项确实可能变成一种负担，有学者把它叫做微小决策的暴政。微小决策的暴政，听起来蛮贴切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怎么办呢？资料其实也提供了一些方向，或许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练习接受够好，不一定要强求事事都最好，试着当个满足者。放下完美主义。对，还有要有意识的不要一直去想那些你放弃的选项，就是那么机会成本，减少对机会成本的关注。然后练习感恩，多去看看你已经拥有或者你已经选择的事物，它好的那一面。专注于已有的而不是没有的。没错，也试着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比较，少滑点手机可能会有帮助。有可能哦。最后一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哪一点？学会拥抱某些限制。限制不是要自由吗？对，但建立一些常规啊、原则啊，比如说固定买某个牌子的东西，或者设定一些决策的捷径，反而能把自己从那种无止境的选择中解放出来。就像是给自己设一些规则，反而不用每次都烦恼。对，让自己轻松一点。这蛮有道理的。所以这最后就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一下，在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少一点选择，多一点限制或常规，搞不好反而会让你感觉更自由、更轻松的。